在儒家浩如烟海的经典中，有一本书薄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全文不过2000余字，印出来也就薄薄几页，放在今天连一篇公众号长文都算不上。但就是这本小书被朱熹列为四书之首，被历代读书人当作入学的第一道门槛，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。从南宋到清末，每一个走进私塾的孩子翻开的第一本儒家经典就是它。这本书叫《大学》，《大学》原本不是一本独立的书，它是《礼记》中的第42篇，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，它只是躲在49篇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默默无闻，没有人特别重视它，没有人单独注视它，它就像一颗被埋在沙堆里的珍珠，光芒被遮盖了，直到2个人先后把它挖了出来。第一个人是韩愈，中唐时期佛教大盛，儒家衰微，韩愈为了对抗佛教的影响，开始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能与佛教心性之学抗衡的思想资源。他在《原道》一文中引用了《大学》的核心段落，把它作为儒家道统传承的关键环节。这是《大学》第一次被单独拎出来，赋予特殊的意义。但真正让《大学》封神的是第二个人，朱熹。南宋时期，朱熹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，他把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，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列，合称四书。他不仅抽出来了，还重新编排了《大学》的文本顺序，逐字逐句做了注释，写了序言，甚至自己补写了一段他认为原文缺失的内容。这就是后来影响中国700年的大学章句。朱熹为什么如此看重这本小书？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大学讲的是位学次第。什么叫位学次第？就是一个人从零开始学习、修身、做事，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，先做什么，后做什么，每一步要达到什么效果，最后要走向哪里。他给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线图。在朱熹看来，其他经典都是散落的知识点，而大学是那张把知识点串起来的地图。所以他说，学问须以大学为先。那么大学到底讲了什么？开篇第一句话就把整本书的纲领全部抛出来了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这就是著名的3纲领，3条总纲，一句话概括了儒家全部的人生理想。明明德，第一个明是动词，意思是擦亮、彰显。明德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光明德性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修行的第一步是把你内心本来就有的那份光明擦亮，它不是从外面塞给你什么东西，而是让你发现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。这和禅宗的明心见性、王阳明的致良知在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。亲民，朱熹认为应该是心民，意思是自己擦亮了之后，要去帮助别人也擦亮。你不能自己觉悟了就完事儿了，你要去影响他人，改造社会。这是儒家和佛教、道家最根本的区别。儒家从不满足于个人的解脱，他一定要走向社会，走向政治，走向天下，止于至善，这是最终目标。不是差不多就行了，不是及格就行了，而是要达到最完善的境界，然后稳稳地停在那里，不退转。至善不是一个可以打完收工的终点，而是一种持续保持在最高标准上的状态。3纲领之后，大学紧接着给出了实现这3条纲领的8个步骤，这就是更著名的8条目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这8个步骤不是并列的，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。格物是起点，你要去接触事物，研究事物，穷尽事物的道理。格物做到了，知识就来了，这就是致知。知识积累够了，你的意念就真诚了，不自欺了，这就是诚意。意念真诚了，心就端正了，不会被愤怒、恐惧、贪欲牵着走，这就是正心。心正了，自身的修养就到位了，这就是修身。自己修好了，家庭就能治理好，这就是齐家。家齐了，国家就能治理好，这就是治国。国治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这就是平天下。从格物到平天下，从一个人面对一片竹子的思考，到整个天下的太平，这是一条从内到外，从小到大，从个人到世界的完整路径。朱熹把它比作登台阶，
你不能跳过第1级直接跨到第8级，你必须一步一步走。所以他说，读大学就像拿到了一本建筑图纸，你知道了整个大厦的结构，然后你再去读《论语》、孟子，就知道每一块砖应该放在哪里。但这里有一个被争论了上千年的问题，格物到底是什么？朱熹的理解是，格物就是穷理，天下万物都有各自的理，你要一件事一件事的去研究，去推究，今天格一物，明天格一物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忽然有一天豁然贯通，万事万物的理在你心中连成一片。这条路很笨很慢，但朱熹认为这是唯一可靠的路。王阳明年轻时就是按照朱熹的方法去格物的，他拉着朋友对着院子里的竹子盯着看了7天，什么理也没格出来，反而把自己格出了一场大病。他后来彻底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，提出了自己的解释，格者正也，格物不是去研究外物，而是纠正自己心中不正的念头。物不是外在的事物，而是你心中所念之事。你起了一个贪念，这个贪念就是物，你要把它格正了。你起了一个怒念，这个怒念就是物，你要把它格正了。所以格物不是往外走，而是往内收。这场关于格物的争论，本质上是中国思想史上2条路线的分歧，一条向外，一条向内，一条讲积累，一条讲顿悟，一条是朱熹的路，一条是王阳明的路。但无论走哪条路，起点都是大学提供的那个框架，它就像一套操作系统的底层架构。朱熹和王阳明在上面开发了不同的应用软件，但底层代码是同一套。大学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，叫截举之道。截是测量的意思，举是曲尺。截举之道就是用自己作为尺子去衡量别人。你不希望上级怎么对你，你就不要那样对你的下级；你不希望下级怎么对你，你就不要那样对你的上级；你不希望左边的人怎么对你，你就不要那样对右边的人。这比孔子说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更进一步。它不仅是一条道德原则，更是一套治理逻辑。它告诉统治者，你治理国家的所有政策都要以你自己的感受为尺度去检验。你愿意过这种日子吗？不愿意就别让百姓过。这种思想在2000多年前的君主专制时代提出，极其超前。它把统治者的个人道德和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绑在一起。你不是靠武力和权术统治，而是靠德行和同理心。政权是否正当，取决于你是否把百姓当人看，不是工具，不是数字，而是你自己。大学的最后一句也意味深长，此谓国不以利益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国家不要把财力当作真正的利益，而要以道义为利。一个只知敛财的国家终会失去一切，一个以道义为本的国家，财富自然会来。这句话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读来依然振聋发聩。从南宋到清末，大学是中国读书人的第一本教科书。8岁入私塾，先生让你翻开的第一本书就是它，你要把它背熟，然后才读《论语》、孟子、中庸。这意味着此后700年，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都是大学给的。先修身，再齐家，再治国，再平天下。这个顺序刻进了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本能地认为，一个人如果自己都没管好，就没资格管别人。一个连家庭都搞不好的人，不可能治理好国家。这种思维惯性源头就在大学。2000余字，3纲领，8条目，一条截举之道，一句以义为利。这本小书没有讲任何具体的知识，没有告诉你天文地理、兵法农桑，但它给了你一套框架。有了这个框架，你往里面装什么知识都行。你知道每一块知识应该放在哪里，用来做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朱熹说他是魏学次第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列为4书之首，这就是为什么一本2000字的小册子能影响一个文明2000多年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